Hello， 大家，给你们看我上周末做了一盘流心的抹茶芝士塔，感觉是可以拿出去卖的程度了。首先我们来做一下塔皮的部分，把屏幕上这些材料混合到一起就好。这边我们用到的黄油是需要提前软化好的，然后面粉的量呢，可能也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一些调整。我用的是大鸡蛋嘛，所以最后比原配方多放了大概15克的面粉。最后把它混合成不太粘手的一团就可以了。然后面团混合好了之后呢，需要再冷藏1个小时。趁这个时间正好可以敷个面膜，玩会儿塞尔达。最近太忙了，都是抽个空放松一下。很久没有上线，真的是非常怀念在草地上狂奔的日子。再配上一杯加满冰的美式，这样子的周末宅家生活简直完美。其实像这样的话，我可以在家待好几天都不出门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继续操作一下塔皮的部分。经过了冷藏之后，面团里面的黄油就变硬了，所以整体处理起来就会比较方便。我们先把面团擀平，然后呢，再想办法把它塞进模具里面。其中一个方法是，我们可以直接刻出一个个的大圆片，然后放进模具里面捏成型。另外一种方法呢，是我们也可以先刻出一个个的小圆片，就是跟模具底部直径差不多大的小圆片，然后呢，再切出一个个的长条去把边边给围住。我这边用到的是第二种方法。最后呢，就是扎洞，往塔皮底部扎几排小洞，这样可以防止它烤完之后底部鼓起来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送进烤箱，200摄氏度烤15分钟的样子。出炉之后，我们需要把它放凉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正好可以来准备一下抹茶内馅。这一步呢，还是跟刚刚一样的，就是想办法把所有的材料都混合均匀。其中抹茶的部分，我是先用茶筅把它在奶油里面搅拌开了，然后再倒到大碗里的。不然如果直接把它放到大碗里面跟所有材料一起搅拌的话，就非常容易结块。只要我们事先进行了这一步操作，整个融合过程就会顺利很多。我是觉得这个馅料真的很难不好吃，因为它里面又放了奶油，又放了奶油奶酪，又放了抹茶，还有糖，还有炼乳，每个成分单独拎出来都很好吃。馅料的部分准备好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装进裱花袋里进行填充了。可能因为塔皮的部分我做的比较厚，所以馅料没有用完。填充好之后呢，我们还需要把它送进冰箱冷冻2-3个小时，所以中途我就去吃了个晚饭，然后吃完晚饭回来继续操作。冻好了之后呢，我在它表面刷了一层薄薄的蛋液，这样子烤完之后呢，就会是亮亮的。烤箱依旧是设置在200摄氏度，烤10多分钟。这6个呢，就是最后的成品，除了接口处有点不完美，其他都还不错，表面亮亮的就很有食欲。我这一块是在它刚凉下来的时候就切开的，它这个时候就是非常明显的流心状态。不过如果我们把它放到第2天再吃的话，它就会变成实心的了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一个还挺好吃的抹茶流心塔的分享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